嗨，这里是 Dimi Studio， 我是大明。那最近我整理了学生的一些口琴，包含半音阶、包含 bass、包含 chord。那有一些在使用上以及保养上的一些心得，可以分享给大家。那据大家所知，我的工作第一个当然就是乐团的演奏，天狼星口琴乐团。那再来就是我有教很多的学校，我手上有4-5间的学校，那这些学校都是校队，所以每一年学生使用口琴的量是非常非常大的。那再来另外一个工作就是我是 Layups 口琴的制琴师，所以对于口琴的保养以及维修的经验，应该都会比一般的爱好者多非常非常多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谈学校的这些比赛用的口琴，在使用了2-3年之后，退役下来，那我们需要大整修，我们大概会做一些什么事情？好，那我有条列出了几项，我们就一项一项来跟大家讲。好，第一个是这个我前阵子修的4把 SCX 64的这个入门级半音阶。好，那半音阶口琴大多的问题不外乎就是音不准，间距不够平均，然后再来就是胶片使用一段时间会老化。所以音不准的问题就是我把它重新调音，调整到443，然后我通常会习惯把低音跟高音调大概加3或加5，因为我们在吹低音或高音的时候比较容易压到音，所以调高一点压一下，刚好回来会到正常的音准。好，然后中音的话就把它调成正常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我们把间距调到一个中间的样子，就是平均从低音是比较大的到高音是比较小的，只要它是平均的，学生在吹的感觉上就会是比较线性的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更换胶片的部分。半音阶口琴胶片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老化的零件。那以我自己来说，我的演奏琴大概1年或1年半，我就会全部的胶片就会更换掉。好，那当然学校的琴可能不会这么常去更换它，但是你还是在维修的过程中，你会发现它有老化的问题，或者是覆盖不完全。那比较严重的话，有一些可能是在使用上不当，可能会让这个胶片破损，或者是它卷起来了。好，那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换掉的。那最重要的，我发现这4把琴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就是它在安装簧片的方式，它是不够精准、不够好的。我们都知道半音阶口琴它断簧了，我们就需要安装一根新的簧片上去。那以 Suzuki 来说，它有一个套件，是你可以直接在上面打洞，然后把簧片安装在簧板上面。好，那当你这个洞打得不准，或者是你在安装的时候没有太精准的去安装它，就会造成这个簧片的间隙非常非常大。好，那这个间隙非常大，你在装的时候当然非常好装，没什么问题。实际上你在吹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这个孔特别的漏气，或者是你吹下去的时候，簧片没办法及时给你反应。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。那通常我在安装簧片之前，我都会对簧片先打磨，让它贴合簧板的地方是一个平整的状态。那当然簧板上面的地方你要打磨，让它贴上去的时候尽量是一个平整的状态。那我在维修这4把琴的时候，我发现有蛮多簧片它是没有做这件事情的，所以簧片安装上去的时候会有点浮动，那这个其实会造成漏气之外，还有造成音准上会有一些问题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谈到bass 口琴。那这几天在维修的都是 double bass， 就是有双层的这种 double bass。那最常见的问题当然就是铰链它的螺丝会生锈。那因为我们在拿 double bass 的时候是手放在左右两边，所以你的手会出手汗，会长时间接触那个螺丝，那螺丝就非常非常容易生锈。那生锈会造成一个严重的问题是，在后续我们在维修的时候，我们会拆不下来，那个螺丝它可能会滑牙，它可能会卡死。好，我们没办法做
簧板的维修，所以那个螺丝如果它开始生锈了，我就会建议把它换掉。好，那再来是左右两边的这个铰链，贝斯的铰链跟 cord 的铰链都是一样，它是非常非常容易松动的。好，所以在这个乐器买回来的时候，我就会把它敲紧，把它敲在固定的角度上，而不会让它上下摇来摇去的，因为它会造成在学生在演奏上的时候有一些不方便，他可能会夹到自己的嘴唇啦，或者是当他口琴一直在动的时候，他会很难吹奏一些比较复杂的音符。好，所以铰链固定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好，那我有更换簧板的螺丝，它有一些生锈滑牙，然后簧板拆下来，琴身以及盖板我都拿去刷洗过，就是让上面的一些口水垢，然后或者是一些比较轻微的锈点，可以把它去除。那贝斯这个口琴最重要的就是盖板的部分。它的盖板，尤其是旧款的 Suzuki Bass， 它特别容易变形。那这个盖板只要一变形，它就会往前挤压，它就会让原本装在贝斯上面的吹嘴往前浮动，它就会造成空隙，就很像是半音阶口琴你没有把吹嘴锁紧的那种感觉。好，所以如果你有在观察世界上比较知名的重奏团体，他们的贝斯手都会把那个吹嘴拆掉，就是减少这个漏气。但是吹嘴拆掉并不能解决盖板往前滑的问题，所以我每一把贝斯在盖板上的后侧，它有一个角度，我都会把这个角度折小一点，让它可以卡在簧板上的一个沟槽，那它就不会一直往前去挤压，造成前面的盖板跟琴身的地方会没有服贴，会造成漏气，然后有可能会刮到嘴巴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当然，你如果是最近买的 Hohner Bass 或者是最近买的 Suzuki Bass， 他们都已经改版了，没有这个吹嘴，然后也没有盖板会往前滑的问题，所以我们现在谈的东西是比较早期买到的旧款的版本。当然这个旧版的口琴它还是很好吹，你不可能因为这个问题你就再买一把新的。所以我在这次把 Bass 我都花了蛮多时间去把盖板整形，整到一个它不会往前挤压，然后也不漏气的状态。我想这个是对于 Bass 演奏非常重要的部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 Cord。那 Cord 这个乐器跟 Bass 一样，它有双层还有铰链的设计，所以一样螺丝会生锈，左右两边的铰链螺丝会生锈，那铰链也会松动，所以这个就是敲紧，然后更换掉螺丝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来是这个 Cord 口琴，它的盖板非常长，所以它在中间的地方很容易会翘起来，会浮起来。那我相信有很多学生，或是甚至很多老师都不会观察到这个状况。好，因为第一个，有些老师他可能不会去吹这个口琴，他自己本身不会吹，或者是他即使会吹，他也不会去接触到学生吹的口琴，所以他就不会感受到或者是体验到这个和弦口琴的盖板中间有空隙。那这个空隙其实只要你长时间使用，你大概就会发现，因为你的手握着盖板，它会有一定的压力，会造成盖板的变形。那在每个地方有不一样的变形的时候，就会造成中间浮起来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手动的把中间的地方把它折出弧度，让它去服贴这个琴身。但这个弧度并不是很好折，因为有可能你把中间折好了，左右两边锁上去，中间又浮起来，所以这个也是会需要花蛮多时间去一个一个来细心的来调整的。好，然后再来Cord的口琴跟半音阶口琴一样，都有非常大量的胶片。好，那和弦口琴尤其最麻烦，因为它需要大量的使用舌头的吐，例如特或者是喉咙的这个咳音，所以很容易会把口水喷到这个和弦口琴里面。
那你口水喷进去之后，它就会累积在里面，或者是它会附着在这个胶片上。那长期附着下来，这个胶片就非常非常容易氧化，它非常非常容易粘住这个黄板，或者甚至是它自己就已经是因为口水的关系造成变形。好，那这几天维修下来，我总共大概也有换了接近100根的这个胶片。我只要发现它开始变色，然后服贴不够好，我就会把它换掉，因为它会造成气密度上的问题，还有它会造成某一些音没有办法正常的发出来，所以一定要一个一个音检查，然后并且把有问题的胶片换掉，贴上全新的胶片，这个是和弦口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。那再来就是最后这个问题是我通常会放弃的，就是因为我们会喷很多口水进到这个和弦口琴里面，所以不止胶片会有耗损，簧片也会因为长期就是有一些水汽接触，所以造成簧片以及簧板的周围会有氧化的现象。那氧化的话，它会让这个金属的表面有点浮起来，就会造成簧片在震动的时候会打到这个簧片的凹槽，会卡到。那这时候就会有一些非常非常细小的金属音。那其实你渐渐会发现，当这个和弦口琴开始有某一些位置开始发生金属音，你把它拆开来之后，它通常不会只有一根簧片，它通常是会有连续的3、4根都会有这个金属的杂音。那当它开始有金属杂音的时候，这个氧化已经是偏严重了。所以除非你花很多时间一根一根去打磨，去把这个氧化的部分把它消除，把它磨掉，不然大概就是只能选择放弃。因为通常会到达这样状况的和弦口琴，也会使用非常长一段时间，例如可能6、7年之后，就开始渐渐会在常用的几个和弦上会有这样的问题。好，那这个我通常是选择不处理，因为我觉得口琴它就是一个消耗品。当你坏掉了，当你发现它有一些问题很难整理，或者是很花你的时间，或者是甚至维修费跟处理之后的成果，我觉得并不成比例的时候，我就会选择放弃它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这阵子在整理这些口琴的心得。那我一直以来都是觉得这些口琴，即使它已经过了它的使用年限了，但只要我还可以修，只要修到我觉得还可以符合学生使用，甚至上台比赛，我都会尽量的去完成它。那我自己有一个记录表格，是在记录我每间学校每一把修过的口琴，它在哪一个年份我修了什么东西。那我也可以透过这样的观察来决定哪一把琴要不要继续花时间修它。那我相信修口琴这件事情，它是一个良心事业，就是你随便修也可以，那你很用心的修也可以。那我始终保持一个理念，就是我希望学生的琴不要跟我自己的演出口琴差太多，因为我希望在大多数的状况下，我是可以排除这个口琴本身不好使用的问题，那专心的去指导学生说它是哪里的吹奏上的问题，哪里音乐上的问题，而不是我还要花时间去猜测他的口琴到底好不好吹。所以这也是我这几年来一直修口琴保持的这个想法，一个核心的概念。好，那我们这集影片就先到这里，这里是 D-Min Studio， 我是大明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